屋主家的柯基产下了6只狗宝宝，每只都长得十分呆萌可爱，可不要被他们乖巧的面孔所迷惑，个个都练就一副拆家的好本领，每天不是在拆家就是在拆家的路上，就连主人穿了半个月的臭袜子，他们也要拿来拆家练手。被主人赶来进行一顿爱的教育后，他们想的不是去找妈妈诉苦，想到的却是隔壁家的奥斯卡叔叔。奥斯卡长途奔袭了10公里，以100码的时速赶了过来。来到门前，他还很礼貌地敲门，眼见里面无人回应，奥斯卡的脾气瞬间就爆了表。急着见狗宝宝的他，几次大力撞击就把大门给踹开了，接着就不顾一切地冲了进去，看望朝思暮想的狗宝宝们。看到狗宝宝，奥斯卡露出了憨厚的笑容。此时听到声音的屋主赶了过来，屋主说起奥斯卡就一脸笑容。虽然他不是小狗们的父亲，但照顾狗宝宝比狗妈妈还要用心，小狗们也十分喜爱这位隔壁叔叔。他慈父般的笑容温暖了他们。虽然他跟小狗宝没有所谓的血缘关系，但丝毫不影响他们的父慈子孝。小奶狗一个劲站在奥斯卡面前撒娇，在他们心里早已把这个隔壁家的叔叔当成了爸爸。这画面把金毛主人都给逗乐了，心想自家的狗子算是白养了，不好好在家里待着，每天都来帮别人家带娃。虽然自己没有孩子，但带娃却很有一套。屋主把狗妈妈给叫了过来，可他快要靠近小奶狗时突然停住了，不但没有去照顾自己的孩子，反而走到附近直接趴了下来，甚至小奶狗过来找他玩耍，换来的却是狗妈妈的一阵臭骂。面对自己亲生的狗宝宝，他直接选择了摆烂，哪怕孩子撒娇卖萌，他也无动于衷。作为妈妈，他为何不待见自己的孩子呢？跟奥斯卡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奥斯卡只要看到孩子们总是一脸的和蔼慈祥。随后屋主告诉了我们原因，原来奥斯卡跟狗妈妈翠花从小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的长大。其实他早就爱上了翠花，可翠花自从生下小奶狗后，就犯上了非常严重的产后抑郁。奥斯卡看着喜欢的人如此难过，感同身受的他也跟着一脸悲伤，于是承担起了照顾狗宝的责任。每天不是在哄娃，就是在带娃的路上，小狗宝们喜欢拆家，作为叔叔他就站出来阻止，教育他们从小就要做个乖宝宝。当然他也会偷偷的帮他们打开狗粮，给孩子们打打牙祭，开荤。主人发现这群小可爱搞破坏后，本想给他们点教训，可奥斯卡把所有的锅都背在自己身上，哪怕主人来拉他回去，他也死活赖在地上不肯离开。接着跟主人在门口求情，让他留下来陪着狗宝宝们。最后丈母娘赶来劝说，如果不回家，以后就不许他见狗宝宝。奥斯卡这才乖乖的跟着主人回家。见大神终于离开了，屋主立马把大门拴好。虽然他很喜欢奥斯卡来照顾狗宝宝，但毕竟那不是自家的狗啊。另一边，奥斯卡跟着主人回到家，可他心里一直惦记着那些小狗宝，站在门口朝着狗宝宝的方向眺望，心想没有他的照顾，也不知道狗宝宝们过得怎么样。奥斯卡是越想越心急，于是趁主人不注意钻了出去。想到狗宝宝没人照顾，他就有了动力，轻松一跃就跳过了自家的围墙，接着以100码的速度加速冲刺。他丝毫顾不上天气的炎热，加快脚步穿过了几公里的农田，又回到了小狗宝们所在的地方。这一次奥斯卡没有犹豫，一脚就把屋主家的门给踹开了，直到看到小奶狗们他才露出笑容。虽然小奶狗跟他没有血缘关系，但他把狗宝都当成了自己的孩子，只有在小奶狗们的身边，他才会露出慈父般的笑容。看到这，翠花忍不住走了过来，冲过去就要把奥斯卡给赶走，质问他为什么要抢夺狗宝们的爱。作为妈妈，她也想跟孩子们在一起，奥斯卡作为外人却剥夺了她跟孩子的爱，所以一场夺子大战无法避免了。可小狗们心里清楚，只有在隔壁叔叔这里才能获得父爱，而妈妈却总离得他们远远的，这可把翠花给气坏了。再见奥斯卡时，她气得扭头就走。对于抢夺她孩子的好闺蜜，翠花心里既嫉妒又难过，只能远远地看着奥斯卡跟孩子们愉快地在一起打浪。原本这些天伦之乐都应该属于她的，但现在却被可恶的好闺蜜给抢走了。翠花实在看不下去了，跑过来把小狗宝们揍了一顿，质问为什么不喜欢妈妈，反而却跟隔壁的叔叔那么亲，明明奥斯卡不是他们的父亲啊。奥斯卡看在眼里，急在心上，对着翠花就是一阵骂骂咧咧。可奥斯卡越劝翠花就越伤心，气得奥斯卡赶紧冲过来，告诉他平时不照顾好孩子，现在过来不是打就是骂。在奥斯卡的警告下，翠花只好灰溜溜地躲到一边。作为妈妈，她也心里苦啊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孩子们跟奥斯卡走得越来越近，仿佛他才是狗宝宝们真正的父亲。伤心的翠花气得躲到了一边，趴在地上反省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。主人看到这既高兴又难过，为了这群毛孩子的健康，主人决定让奥斯卡成为自家的女婿，让他成为小狗们真正的父亲。于是挑了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，把所有的小狗宝带上一起春游，接着给翠花跟奥斯卡安排了一场属于他们的约会。奥斯卡始终陪伴在翠花身边，展示出他暖男的一面，而小奶狗们也非常懂事，让妈妈与叔叔能够单独约会。最后奥斯卡终于实现了愿望，跟小奶狗们成为了真正的一家人。一条狗到底有多忠诚？望着屏幕前的狗狗，老爷爷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。
他没想到一场大火后，陪伴了自己10年的狗还活着，而且还守护在早已化成废墟的家里，等待主人回来。当救援队将它救回后，兽医为它拿来了食物和水，然而已经饿了2天的狗狗却意外地选择了拒绝。难道它觉得主人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，自己也不愿再独活下去吗？狗狗名为奥斯卡，忠犬八公的故事又一次在它的身上上演。奥斯卡从小便被一对拾荒老人收养，迄今为止已经陪伴2位老人走过了10多个年头。然而天有不测风云，不久前老奶奶去世了，几个月之后家里又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烧成了灰烬，老爷爷也消失在他的世界里。可即便家已经被烧成了废墟，奥斯卡依旧至死不渝地守护着曾经的家。白天他会在附近的街道游走，因为这里洒满了他和主人共同的回忆。可这熟悉的大街望了无数次，也走了无数遍，却怎么也寻不到爷爷的踪迹。看他的背影真的好像一条狗。奥斯卡总是满怀期待地跑回家，期盼主人能像往常一样叫自己吃饭，可每次等到的只有失落。也许他认为主人被埋在废墟里。奥斯卡拼命地搜寻着主人的气息，可每次的结果都是以失望结尾。无奈的他一声声地呼唤着主人，每一声的悲鸣都代表着对主人无尽的思念。就这样，他从白天等到夜晚，深夜的悲鸣是他唯一能够倾诉的方式。凄凉的声音里写满了思念与祈祷。此时心疼狗狗的请扣666。狗狗的事迹感动了附近的居民们。由于它的腿部烧伤，随时会发生感染，救援队决定立刻开展行动。可当有人靠近院子时，奥斯卡立马咆哮发出威胁。看家护院的本能深深刻在了骨子里，他不允许任何人靠近自己的家，哪怕那已经成为了一片废墟。节目组通过四处的打听和走访，最终查询到了老爷爷的音讯。原来因为这场火灾，老爷爷全身大面积烧伤，一直在医院接受治疗。随后工作人员打开了电脑，当看见奥斯卡的那一刻，老爷爷瞬间嚎啕大哭。他没想到奥斯卡还活着，而且还在烧毁的废墟里等着自己回家。看着狗狗身上的烧伤，主人泪流满面。他不知道这2个月奥斯卡是如何填饱肚子的。老爷爷哽咽地说道：“只要我还活着，就绝不会让它流浪。”望着守在家中的狗狗，老人心里满是愧疚，哭了许久才止住了眼泪。为了让救援顺利进行，老爷爷配合救援人员录制了视频。随后工作人员返回现场开展救援。首先几人搭建了一个铁笼，接着又在废墟中找到了主人的衣物，将它放进笼内后，打开电脑循环播放提前录制好的视频，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吸引狗狗进入。几小时后，奥斯卡回来了，他一瘸一拐地走进了大门。当听到主人的声音后，他直接愣在了原地，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犹豫片刻后，他随着气味和声音走进了笼内，伴随着一声巨响，救援成功了。可不知情的奥斯卡被吓了一跳。经过救援人员的一番沟通，奥斯卡很快就安静了下来。救援队随即将他送往宠物医院进行治疗。经过一番检查后，医生表示狗狗的烧伤程度不算严重，经过处理后很快便能痊愈。但接下来的问题却让兽医也束手无策。也许太过于思念主人，面对近在眼前的美味，他却无动于衷。2天的时间，他不吃也不喝。医生表示这样下去，他可能活不了多久。没办法，救援人员再次联系到主人。看到视频中绝食的奥斯卡，主人再一次流下了眼泪。他非常自责，因为自己目前没办法照顾奥斯卡。在记者的建议下，老爷爷录制了一段让奥斯卡吃饭的视频，并且还带回了老爷爷的随身物品，希望能让狗狗理解它的主人还活着。奥斯卡嗅出了主人的味道，不争气的眼泪差点从鼻孔里流出来。他用力地在地毯上蹭了蹭，似乎不太敢相信自己的嗅觉。接着记者将电脑打开，当听到主人熟悉的声音时，奥斯卡顿时被吸引住，2只耳朵不断抖动着，眼睛紧紧注视着屏幕。他一遍又一遍地确认着主人的声音。终于下一秒，奇迹发生了，他开始大口地吃饭，不到1分钟的时间，罐头就被吃了个精光。似乎这一刻，他的生命又再次燃起了希望。1个月后，老爷爷顺利出院。为了欢迎奥斯卡回家，老爷爷特意为他制作了一个新家。他不断徘徊着，心里有点担心奥斯卡会认不出自己。然而当奥斯卡看见爷爷的那一刻，激动的心情直接挣开了绳子。他快速跑向自己的主人，久违的幸福感再次袭来。多日的思念之苦刹那间烟消云散。老爷爷抱着奥斯卡，此时早已泣不成声。也许他们都不曾想到有朝一日还能再续10年的缘分。奥斯卡高兴的尾巴都快摇断了。为了弥补对奥斯卡的亏欠，老爷爷买了他最爱吃的牛肉罐头。也许这是他几个月以来吃的最香也是最好的一顿饭。狗不嫌家贫，一碗的剩饭便能换得他全部的忠心。半年后补贴的新房建好了。奥斯卡和主人顺利搬进了新家，但我想对于奥斯卡来说，有爷爷的地方就是家的存在，他是他生命的一部分，而他是他的全世界。愿世上再无流浪，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地板上钻出一只小奶猫，紧接着又探出一个小脑袋，这是地板里长猫了吗？原来流浪猫一家生活在幼儿园的地板下，每天与人们斗智斗勇，直到2个月后才将这一家子翻出来。这还真是藏猫猫的高手啊！每当小朋友们上课时，猫妈妈就会带着孩子出来透风。这群颜值超高的猫咪立马吸引了小朋友的注意力，发现被人围观，小猫们迅速地跑回了地下，猫妈妈则留在最后，确保自己的宝宝安全撤退。等孩子们都躲起来后，她才钻回了地下。此时猫妈妈并未离开，而是躲在洞口暗中观察，发现四周安静下来后，她又壮胆爬了上来。
看到外面没有危险，孩子们也都跟了上来。猫妈妈也知道这是人家地盘，因此非常谨慎，只有在小朋友们不在的时候，小猫们才能晒晒太阳，舒展一下筋骨。突然，小猫听到了异响，原来是小朋友吃完饭回来了，吓得小猫们慌忙四处逃窜。可流浪猫一家为什么会生活在幼儿园的地板下呢？一位经常喂养这只流浪猫的小姐姐告诉我们，猫咪的上一窝幼崽都去了喵星，它之所以带着孩子生活在地下，大概是觉得这里比较安全。可它是如何进入地板下的呢？通过调取监控发现，猫咪是从外面的墙洞闯进幼儿园的。发现室内没人时，它也会通过窗户进去喂养小猫。随后人们将地板撬开，发现猫咪一家生活在低矮的空间里，不远处还能清晰地看见动物羽毛和吃剩的鱼骨头。这里空间狭小，四周无光，虽然环境恶劣，但在妈妈心里，一家能平平安安才是最重要的。每天等小朋友放学后，空荡荡的幼儿园就成了猫咪的乐园。只见它先探出小脑袋观察，360度全方位进行扫描，确定周围没人后，猫咪才敢从地板下钻出来。在地上反复巡视一圈，发现没有危险，猫妈妈连忙呼唤孩子们赶快出来。听到妈妈的呼唤，小猫们一个个高兴地跳了上来。此时这里成了他们的私人游乐场，一只小猫好奇地玩起了滑梯，而另一边的小猫开始练习足球。小猫们蹦蹦跳跳玩得不亦乐乎，只有夜晚才是他们欢乐的天堂。但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，不久后天亮了，小猫们恋恋不舍地逐一回到了地下。由于长期生活在阴暗潮湿的环境，几只小猫的眼睛已经受到感染。此时的救援已经刻不容缓，救援人员在赶到现场后立刻开展行动。由于小猫在地板下很难捕捉，只能将它们引诱上来，再用挡板将洞口封住。不久后，猫妈妈嗅到了食物香味，一只胆大的小猫也跟了出来。看见妈妈出来了，其他小猫也都纷纷跑了上来。此时，猫妈妈非常谨慎地走进笼内，并且巧妙地避开了机关。而下一秒，一只倒霉孩子也跟了进去，直接替妈妈踩下了踏板机关。果然是妈妈的好宝贝，这可吓坏了其他小猫咪，躲在地下瑟瑟发抖。而待在一旁的那只还一脸懵的状态。最终在救援人员的努力下，小猫们很快就和妈妈团聚了。最后只剩下一只小猫不停地呼唤着妈妈。当小猫出来后，救援人员立刻将挡板放下，小猫瞬间慌了神，怎么办？这下回不去了。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跑了过去，用毛巾将小猫送回了笼内。随后他们被送往了宠物医院。好在经过一系列检查后，发现一家人都很健康，只是眼睛有点感染，医生为他们滴上了消炎药，估计很快便能痊愈。相信不久后，流浪猫一家都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，愿每个流浪生命都能被温柔以待。